你弟弟没怎么，我不想让他陪着我了，你今天中午就把他接走吧。你弟弟大学还没毕业吧？我可不想耽误一个小朋友。蓝曦臣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魏无羡肯把他弟弟放了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。魏无羡从抽屉里面拿出了那一张合约，当着蓝曦臣道面亲手撕了。他淡淡的笑着，合约作废了。蓝曦臣道：忘机，他还好吗？魏无羡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挺好的，我还能亏待了他不成？蓝曦臣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不是，那就谢谢魏总了。到时候魏总把地址发我一下，我中午就接忘机回去。魏无羡点了点头。蓝曦臣一走，魏无羡才觉得呼吸不上来，太难受了。少了那个人不是应该开心的吗？本来就是一场交易，只不过这个交易中间发生了一些性质罢了。可是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呢？一阵一阵的疼。魏无羡轻轻地喘了口气，看着自己和蓝忘机最后的聊天，指尖微微颤抖。想吃什么？回来吃午饭吗？我给你做你喜欢吃的。不回了，不用做了。蓝忘机心里有些失落，魏无羡今天不回来吃饭，蓝忘机就随便做了一些。他刚收拾完，外面的门铃响了，蓝忘机听到了，以为是魏无羡半路回来了，谁知道一开门，蓝曦臣居然站在他面前。大哥。蓝曦臣笑着说：忘机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回家了。蓝忘机那张清冷的脸上第一次闪过一丝不解。回家？蓝曦臣点了点头，道：他让我带你回家。蓝忘机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他固执地摇了摇头，拒绝：不。蓝曦臣闪过一丝错愕，道：忘机，你说什么？他怎么还没想到蓝忘机会拒绝他，不和他一起回去？蓝忘机想了想，说道：我不想回去。蓝曦臣以为他还是担心那个合约的事情，笑了笑说道：是魏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接你回家的，他说让我把你带回去。蓝忘机一听，指尖一顿，眼里闪过一丝错愕。他说：魏英说的。蓝曦臣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所以你不要担心什么了，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现在就走了。然后学校你当初不是休了1年吗？但是也能回去继续上了。蓝忘机仿佛心疼要死，就好像有人拿针在刺他一样，疼得5脏6腑都在疼，疼得他眼睛有些泛红。明明好好的，为什么忽然就不要他了？是他不好吗？蓝忘机稳住自己的心神，他说：我等魏婴回来给他告个别，我会回家的。蓝曦臣仔细想了想，还是他们2个说一声比较好，于是就答应了好。蓝曦臣走了之后，蓝忘机宛如被抽空了力气，无力地顺着墙蹲了下来，他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膝盖里，呼吸间就仿佛带着灼伤的痛。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坏？魏无羡这次晚下班了2个小时，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了，家里的灯是关着的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感觉到了不适应。这有什么的，魏无羡，蓝忘机没来之前你不也是这样过的吗？现在只是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罢了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把门打开了，房间里面黑漆漆的，他刚想要开灯，黑暗里传来一阵冰凉的声音：不解释一下吗？魏无羡吓了一跳，手快地把灯打开，灯光一亮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蓝忘机和旁边的那个很大的行李箱，那个行李箱刺疼了魏无羡的眼睛。你怎么没走？蓝忘机眉眼冷漠，他的语气也不是之前那样了，夹杂的怒气。我觉得我走之前需要一个解释。魏无羡把西装外套脱了下来，随手放在了沙发上。有什么可解释的？让你走就走呗，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蓝忘机道：为什么？魏无羡平淡地说：没有为什么。魏无羡不在乎的模样，又是一把刀往蓝忘机的胸口插了一下，鲜血淋漓。他停了一会才开口问道：是我不够好吗？自我贬低的语气让魏无羡心疼，怎么可能是他不够好？只是魏无羡不能把他困在这里了。魏无羡开口道：你很好。语气虽然也是平淡的，但是带着些温和，不像往常那样刺人。蓝忘机道：那你为什么抛弃我了？最后那一句话，蓝忘机并没有问出口。魏无羡这个人太狠了。魏无羡懒得和蓝忘机说那么多了，他说：你很好，但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，原本就是让你陪陪我而已，答应你，你也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而已，但是我现在厌倦了，累了，不
不想让你陪着了，你懂不懂？厌倦了，累了，他烦了。这些话都像一把刀子一样，狠狠地往蓝忘机已经鲜血淋漓的心里面插，丝毫不手下留情。蓝忘机咬了咬自己的唇，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表情。他冷冷地开口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说完，拉过自己的行李箱，越过了魏无羡离开。魏无羡在蓝忘机开门的那一刹那，开口喊道：“蓝湛！”蓝忘机以为魏无羡后悔了，眼睛闪过一丝惊喜。但是魏无羡下面的一句话又让他坠入了万丈深渊。我们以后也别再见了。声线微微颤抖，魏无羡眼睛微红，却还是咬着牙把下面的话说完。希望你以后生活愉快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受？蓝忘机闭着眼睛，没有回答魏无羡的话，直接开了门离开，背影十分决绝。好，他最后答应了魏无羡一个要求，你看，他从来都不会拒绝魏无羡。哪怕是最后一个要求，蓝忘机还是答应了他。江澄看着魏无羡现在的模样，冷不丁的开口说道：“听说你失恋了。”魏无羡喝了口酒，白了江澄一眼，道：“没有啊，我就没和那小家伙在一起过，我那里来的失恋？”江澄不愿意搭理魏无羡，只是说道：“你在没在一起，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。你要是真的不在乎的话，干嘛大半夜的拉我来酒吧里面喝酒？谁大半夜的不想睡觉，跟你似的。”江澄的语气有点冲，但是不得不说，说的就是事实。魏无羡笑了一声，眉眼淡漠，说道：“对呀，原本就没在一起呀，工作压力大，出来喝酒都不行啊。”江澄可不敢喝，他可不想酒驾，这家伙以后都没人来接了，他今天得负责把他送回去。江澄也不管魏无羡，没过多久，桌子上面全部都是魏无羡喝空的酒瓶，而魏无羡趴在桌子上面一动也不动，看似像是喝醉了。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他把魏无羡架起来，然后跌跌撞撞的出了酒吧，最后放在自己的车上面，把他送回了别墅。这路上，魏无羡都很乖，没有吵闹，也没有吐，更没说发酒疯了。江澄把魏无羡放在床上面盖了被子，说道：“得了吧，你就自作自受，睡吧，我走了呀。”作为旁人，江澄觉得魏无羡这个事做得不太对，但是作为他最要好的兄弟，他又不能说什么。孽缘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魏无羡居然能和蓝家的小公子搞在一块去，最后居然还把人给踹了，妈的，这件事情也只有魏无羡能做出来。魏无羡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，半夜是被胃病给疼醒了，他疼得皱着眉头，习惯性的就喊那个人蓝湛，我胃疼。过了一会儿，熟悉的声音并没有响起，也没有那个熟悉的醒酒汤的味道，空荡荡的大别墅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回声。魏无羡不满的又皱了皱眉，蓝湛，你去哪里了？我说我胃疼。